我叫陈不开，是个孤儿。17岁那年，一个仙风道骨的老者要收我做关门弟子。我以为关门弟子是宗主最后的亲传，是天选之子。可直到入宗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关门弟子真的只是关门的。陈不开啊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问天宗的关门弟子。不必如此拘谨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些门都交给你了。这些关门弟子，这个关门是真的关门？不错，孺子可教也。宗门的未来可全在这些门上。你看，宗门已经在呼唤你了。这门破成这样，还关得上吗？问天宗还钱！欠米铺23块零食，今日必须减轻。二位，宗主今日闭关修行，暂不接待债务相关香客。你谁呀，在这多管闲事？我乃问天宗关门弟子。管你开门还是关门的，欠债还钱，开门！我要是开门，不就对不起我这关门弟子的身份了吗？山门门轴损坏，材料费3块零食，记账还是现付？师姐，这门本来就要坏了，你这是在讹人啊！狡辩，再加3块零食。单房门、库房门、祖师祠堂门全部检查一遍，关不严扣钱，关坏了也扣钱。师姐，我刚入门，还没领月钱，所以先记账。这宗门哪是修仙的，明明是诈骗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先去检查一下单房门。小师弟，别关门，我丹还没练完呢。师姐，安全第一，炼丹也要做好消防措施。那你帮我把这个丹炉处理一下。那个师姐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大门还没关。我先走了，等会儿再来检查。谁这么缺德乱扔垃圾？知不知道现在大型宗门都是实行垃圾分类的？正好，这破剑可以拿来垫门。我只想混口饭吃，却在关祖师祠堂门时，意外唤醒沉睡3000年的宗门圣物问天剑。不是吧？我只是在旧木门上拔了把破剑来垫门啊！祖师显灵了，我问天宗有救了！3000年了，问天宗终于等到了能唤醒本座的人。你是说我？只是本座没想到，第一个唤醒我的人竟然拿我垫门。我以为是别人不要的破铜烂铁呢，拿来垫门刚刚好。问天剑认主了。这是祖师显灵，还是我丹炉又炸出新效果了？这剑飞来飞去的，我看着有点头晕。问天宗如今竟落魄到这种地步，一个炼丹炸炉，一个剑修晕剑，还有一个拿本座垫门。前辈，垫门这事儿不能怪我，我以为是谁乱扔的废铁呢。闭嘴！剑尊在上，问天宗第37代掌门楚玄机恭迎剑尊复苏。掌门就这般修为，你们平时怎么修炼的？剑尊沉睡多年，对宗门现状不甚了解，我们这是低调，低调到债主找上门来都不敢见人。陈不开，是，保持低调。陈不开，问天剑沉睡3000年，历代宗门天才无人能唤醒。今日他因你而醒，
说明你与我问天宗有大缘分。师尊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他刚好被大门硌醒了？你身负问天蛊，能听见天地规则的缝隙，否则就算你把本座扔进茅厕，本座也不会醒。问天蛊，传说中的问天蛊，祖师当年也是凭此体质，一剑斩开天门。先说好，我没斩门的爱好，我今天只是负责关门。身负问天蛊，你便是这一代的天命之人，也是我的主人。天命之人有什么好处吗？比如我欠宗门的债是不是可以抵了？问天认主，不抵入宗费，并且剑尊大人保养费和出场费由陈不开一人承担。师姐，这剑只能我用也要收费吗？问天剑属于宗门物品，当然要收费。陈不开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只是关门弟子，更是问天剑主。这算不算打2份工？工资能不能涨点？剑主不是儿戏，问天剑认你，不代表你配用它。师姐说的对。小子，你再贫一句，本座让你以后只能用嘴关门。前辈的眼光没得说，小子我啊，一定服侍好前辈。赵双，你带陈不开去后山小剑阵试一试，若他真有问天蛊，剑阵会有反应。可以，若他只是运气好，我会亲自把问天剑收回。师姐，是这危险吗？不危险，最多断几根骨头。你们修仙界对不危险的理解，是不是有点不对？师姐，我现在退出宗门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把入宗费交了，再交个退宗费就行了。师姐，咱们宗门有不收费的项目吗？别贫了，赶紧破阵！破阵？怎么破？来点干货！别问我，问天。天道老爷，有没有文明一点的考核方式？停了！对，文明点嘛，一上来就打打杀杀的多不好。那个，我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哈。师姐，这阵法脾气挺暴啊，我感觉我打不过。你刚才是靠打架让剑阵停下的吗？试问天蛊能短暂引动天道之力，但不可行逆天之事，否则会有代价。原来是这样，哈哈，看样子我还真是个天才。为师很欣慰，复兴问天宗的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师尊，复兴可以慢点，我肩膀快散了。你别高兴太早，能撬动规则，不代表你能承受代价。掌门，大师姐，凌霄宗的人来了。凌霄宗，来者不善呐。他们的消息可真灵通。我刚上岗第1天，就有人来抢活了。不是抢活，是抢本座。那更严重，你要是被抢了，祠堂门就没东西垫了。行吧，第1天上工，先关门，再关人。问天宗掌门何在？贫道楚玄机，问天宗第37代掌门。这破地方还真是个宗门。他说话怎么这么欠？凌霄宗深夜上山，有何贵干？仙盟清查宗门名册，问天宗连续10年排名末等，灵脉亏空，弟子凋零，已无资格独占问天山。问天山是祖师传下来的宗门根基，何时轮到凌霄宗来清查？就这破地方，还宗门根基？我宗茅厕都比这气派。那在你们宗回上茅厕要花灵石吗？你谁呀你？这里有你插嘴的份儿吗？在下问天宗关门弟子，不知阁下是凌霄宗什么弟子？不会是茅厕管理员吧？那柄剑从何而来？祖师祠堂门口捡的，用来垫大门不错。放肆！此剑恐是问天宗师圣物，一介杂役也配碰它？你这人说话前后矛盾，
刚才说问天宗不配占山，现在又说我不配碰问天宗的东西，你到底承不承认这是我家的？少废话，把剑交出来！谁敢动他？沈兆双，你父亲当年若有你这般硬气，也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。那你是得多软才能活到今天？小子，你找死！凌霄宗若想动手，贫道奉陪。小子，别愣了，用你处理剑阵的方法。问天，凌霄宗众人所言是否属实？原来你们不是正规清查，是黑社会来的。今日之事，凌霄宗记下了。记清楚点，门轴5块灵石，夜间扰民2块，精神损失看师姐心情。合计12块灵石。仙门大比将至，问天宗若再垫底，仙盟自会除名，到时候这山、这剑，还有你们这群人都保不住。他们果然是冲问天剑来的。从现在开始，问天剑不能离身。那我洗澡睡觉的时候怎么办？少宗主，问天剑醒了，认主之人是问天宗新来的关门弟子陈不开。有意思，一个看门的也能唤醒问天剑。仙盟除名令到了，3个月后的仙门大比，问天宗若不能进入前20，就会被正式除名。除名之后会怎样？问天山归仙盟收回，宗门灵脉重新分配，所有弟子遣散。也就是说，宗门没了。莫慌，问天宗底蕴深厚，祖师庇佑，区大比不足为惧。师尊，祖师要是庇佑，能不能先庇佑一下屋顶？报名费、路费、弟子装备、丹药不解加起来至少50块灵石。50块啊！我可以炼丹卖丹挣灵石。你炼一次丹，丹门的损耗比丹药钱高。要不把问天租出去几天？凭问天的名气，一天挣个几块灵石应该不难。你敢？我开玩笑的，怎么能让前辈干这种事呢？前辈还是适合殿门。米铺23块，药铺17块，17块，山下铁匠铺9块，掌门去年赊的2坛仙木还欠6块。咱们宗门光外债都欠这么多了。这是我娘留下的嫁妆，拿去山下当了。师姐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就为了一场大比？对你来说是大比，对我来说，是问天宗还能不能活下去。这破宗门，值得你这么拼。我爹死前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让我守住问天宗。所以这些年，都是你在撑？不是我，是大家一起在撑。那玉簪先别当，50块灵石，我想办法。你？我可是关门弟子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。你们问天宗今天真还钱？不还。不还你摆什么桌子？咱们先好好谈谈，大家都老熟人了，再给我们延个几天。少来这套！今天不给钱，我就拆你山门抵债！各位，问天宗虽然穷，但信誉还在。3个月后仙门大比，只要我们进前20，仙盟会发奖励，到时候连本带利还。你们问天宗都垫底10年了，凭什么进前20？凭这个。这是问天剑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现在给问天宗宽限3个月，将来你们就是投资过圣剑复兴的原始股东。3个月后要是还不上，就等着拆迁宗上门吧。放心，3个月后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诸位，今日出征，便是我问天宗重回九州之始。我准备了30颗爆灵丹。我觉得敌人吃更合适。灵石只购买3张普通灵州票，掌门我和白小鱼坐船。那我和二师兄呢？你们走货运。
货运灵舟会飞吗？会。我好像已经开始晕舟了。二师兄，想开点，至少我们不用自己走。师姐，我以为你会让我坐船舱。等你还清入宗费，可以考虑。问天建筑竟沦落到跟货一起走。本座3000年来第一次坐货舱。前辈，凡事都有第一次，你要学会体验人间疾苦。到了吗？刚起飞，我感觉已经飞了很久了。我这炉醒神丹快好了，二师兄吃一颗，说不定就不晕了。我选择继续晕。师姐，你这火候是不是有点大？火越大药效越大嘛，正常正常。别跑！货要是丢了，也得记我账上。你就只惦记钱？前辈，我现在欠了一屁股债，再欠就真要命了。低调出场，不愧是问天宗传统。别丢人。师姐，你刚才是在关心我？怕你影响宗门形象。沈师妹，好久不见。赵无极，熟人？你就是问天宗新收的关门弟子。正是在下。你哪位啊？问天剑在你手里，真是明珠蒙尘。哼。师姐，他是谁？一个欠问天宗血债的人。问天宗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问天宗传承3000年，自然要来。报名费50灵石。这里是50。那50块灵石是沈兆双拿他娘留下的玉簪换来的。沈师妹，1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倔。别这么叫我，你不配。问天宗都快除名了，你还守着这块烂牌子，和你父亲当年一样不识时务。你没资格提我爹。这位兄台，报名要排队，后面那么多人等着呢。沈怀烟当年救我一命，我一直记得。可惜他不懂审时度势，非要和凌霄宗作对。你闭嘴！大比之上，我会亲手让问天宗明白，旧时代早该结束了。第一轮秘境夺旗，各宗弟子进入青蓝秘境，2个时辰内夺得灵旗者晋级。进秘境后跟紧我，不要乱碰东西，守好问天剑。师姐放心，人在剑在。哼，你护不住他，也护不住问天宗，那你就看好了。进秘境后，一切以安全为重。秘境里有3种旗：真旗、假旗、陷阱旗，不要随便拿。懂了，我们要尽可能的拿到真旗。问天宗也敢来抢旗？先别抢，我看看真假。真的假的你们都拿不到。问天，这面旗是真的吗？就草兵旗阵。撤！站住！这
假期不是秘境原本的，是有人放进来的。谁让你们做的？不知道。那我换个问法，问天是赵无极指使的吗？是赵师兄让我们把甲放进来，专坑问天宗。他们好脏啊！看样子，这赵无极做了很多准备。就等我们上钩了。既然他能用假期坑我们，我们也能坑回去。我这烟雾弹效果肯定很赞。嘘，好像有人来了。问天宗获得真气，排名提升。那是炼醒神丹的灵草。别过去，那里气息不对。师姐，那是死门阵，进了就出不来了。前辈，我能不能打开？可以，但你现在修为太低，强行使用超越修为的力量会付代价。代价以后再算，人现在得救。大师姐，是我不该乱跑。没事，咱们先看看有没有出口。这好像是个死阵，没有出口。小师弟，别乱来，强迫死门会反噬。二师兄，你说我这个关门独子最擅长什么？关门？所以门关不关，由我说的算。给我破！撑不开。没事，最近有点上火。问天宗第一轮晋级，我们赢了。是的，我们赢了。你刚才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是不是强行破阵了？怎么会？我可是关门弟子，破个阵轻轻松松。说清楚，他到底怎么了？问天之力不是白来的，每质疑一次天地规则，都会欠下一笔问天债。问天债是什么？轻则折寿，重则被天道抹去存在。别听他吓人，前辈年纪大了，说话喜欢夸张。你早知道会这样。没事的，师姐，少用几次死不了的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了很好笑？对不起，师姐，那是沈兆双第一次对我发火，也是我第一次发现，他不是怕我乱来，他是怕好不容易等来的希望又一次死在他面前。师姐，我知道我长得很帅，但你也不用一直盯着我呀。从现在开始，未经我允许，不准使用问天剑。那我要是遇到打不过的呢？我会保护你。赵双啊，大比有大比规矩，不能乱来呀。知道，师尊，你放心吧。又是凌霄宗，真是阴魂不散。这个人我见过，他用的剑法不像是凌霄宗的。师姐加油！沈师姐，眼熟吗？你从哪里学来的？自然是从该学的地方学来的。师姐，沈怀渊的女儿也不过如此。
沈兆双，清醒点！难道你要走你父亲的老路吗？我爹的剑不是给你们用来羞辱人的。问天宗沈兆双胜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那套剑法，问天前辈见过。在哪里见过？10年前，问天宗旧战场。沈师妹，赢了一场而已，别高兴太早。真相这东西，不是谁都承受得起。你最好祈祷你与那件事无关，否则你会付出代价。下一场，我会亲自送你下台。筑基竟拿着问天剑，只会让圣物蒙羞。你们凌霄宗不也只会仗势欺人，毫无正派风采，牙尖嘴利。这一剑我只用3成力，你若接不住，就跪下认输。陈不开，下来！师姐，别急，我还没开始认真呢。别硬撑，小子，对方修为比你高太多，强行使用问天之力，问天债会加重的。没死就先欠着，死了就当还债了。一寸一寸，天道所言，筑基亦可斩金丹。此战，问天宗胜！为什么又要强行使用问天？打不过可以认输啊！我可是关门弟子，输了多丢人。问天债不能再拖。赵双，你沈家血脉与问天宗旧气相连，或许能替他分担一部分。等等，师尊，你这话听起来不太像好事。怎么做？师姐，你先问问副作用。修仙界这些办法，听着越正经越容易出事。分担问天债后，你2人命数相连，他再强行问天，你也会受伤。那不行，小师弟已经够惨了，大师姐不能也搭进去。有没有第3种办法？比如让凌霄宗替他还？二师兄，这主意很不错。你想的倒挺美，问天债只有你自己能还，沈丫头也只能帮你承担很小一部分。目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你一个人撑不住的。你为了宗门撑到现在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师姐，你没必要这样的。陈不开，以后你的命不只归你自己管。师姐，别喊，我没死。你图什么？图你活着还债。这样算不算我欠你半条命了？剩下的半条命也是我的。旧气已成，从此你2人命数相连。陈不开，从今往后，你每一次问天都要想清楚，你伤的不只是自己。我知道了。睡不着？师父，好想喝酒啊！傻孩子，想喝就喝呗，这壶算为师的。师尊，你有钱买酒？哎，先欠着。那我还是少喝点，怕越喝越穷。10年前，赵双的父亲沈怀月并非死于魔修，是凌霄宗。沈怀月查到凌霄宗暗中寻找封天令，想开启问山山下的天门裂隙，
没过多久，他便死在外面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所以你这些年装糊涂，是为了保住问天宗？不装糊涂，问天宗早就没了。凌霄宗要的是剑，是山，也是祖师封住的东西。天门裂隙是什么？3000年前，世人以为天门之后是仙界，祖师问天道人，却发现门后是吞噬灵气与生灵的灾厄。他展开的不是飞升路，而是一场劫。所以祖师最后做的事，不是开门，是关门。正是，问天宗真正的关门弟子，不是守山门，是在大劫来时守住天门。我本来只是想混口饭吃，可问天剑选了你。师尊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。我只知道你跑得快，嘴贱，看着不像好人。没想到祖师眼光和我差不多。唉，你这话听着不像夸我。半决赛，问天宗对凌霄宗团队战。他们终于要认真了。那你准备如何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会守住宗门和大家。半决赛团队战，问天宗对凌霄宗，双方入场后夺取镇心令者胜。不对，阵法被改过。镇心令就在这里，可惜你拿不到。你们把比赛场地改成沙阵，仙盟不管。你们都死在这里，便不会有人知道。动手！不动！这样下去不行，快撑不住了！小师弟，我爆炸弹快没了！陈不开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镇心令是假的，真正阵眼在我们脚下。现在才发现，晚了。你若问天，赵双也会受伤。我知道，问天的本质是改变天道规则。那如果我不逆天而行，而是顺应天意呢？天道尔等，是否背着仙盟偷偷修改比试阵法？师姐，就是现在！一群下等宗门弟子也敢反抗凌霄宗！哼，自诩上等宗门，行的却都是下等之事。阵眼露出来了，但还差最后一下。你又要问天？不是逆天，是顺天。凌霄宗把杀阵藏在大比规则里，本来就为了天意。我只是替这场比试问一句公道。可问天债还在，所以这次不强行改命，只让真相自己露出来。你们已经把阵纹砸松了，我只负责把它问出来。一起，若是问公道，我陪你问。你确定？哪怕顺天而问，也会疼。疼也比让他们把黑的说成白的强。记住，天问不是替你改结果，而是让被遮住的因果重见天日。我问这场大比，既立夺令为规，既称公平为名，
为何杀阵能藏于阵中？为何暗纹能避开监察？为何有人借规则杀人，却还披着鄙视的皮？监察阵纹被唤醒了。闭嘴，不准再问！你让谁闭嘴？做贼还怕别人问？不是说只是问出来？可能天意也觉得我问的太详题，收了点咨询费。凌霄宗私改战场阵法，借大比布杀局。长老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你们自己的监察阵纹说的。仙盟长老，监察阵纹已自行显证，凌霄宗私改战场，意图借大比杀我宗弟子，此事该如何判？此事牵涉凌霄宗，还需复核。长老，问天剑问出来的证据，你们还要复核？是准备问第二遍天，还是问赵宗主心情？小贝，你借问天剑扰动战场阵纹，谁能证明这些暗纹不是你伪造出来的？监察阵纹是仙盟所设，问天剑只是唤醒他。赵宗主若说证据是假的，是在说仙盟阵法也是假的。沈姑娘，你父亲当年也喜欢把没有定论的事说成真相，结果如何？你应该记得。赵宗主，证据摆在这里，你不解释阵图，反倒提死人，怎么？凌霄宗的规矩是遇事先揭人伤疤。你以为问天剑能替你讨公道？问得越多，死得越快，迟早有一天，他会害死你，也会害死你身边的人。那也比你这种人强。你连天都不敢问，只敢把刀藏在规则里。小师弟、大师姐，你们先喝药。仙盟刚传来消息，凌霄宗私改阵法之事暂不定罪，理由是证据来源不明，需要复核。意思是他们想压下去。10年前也是这句话，证据不足，来源不明，无法定罪。啊，师姐，你去哪儿？散心。等我，我也去。沈昭霜，别冲动。我等了10年，等证据，等公道，等仙盟主持正义，可他们每一次都说在查。报仇可以，但不能把你自己赔进去。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我爹死了，问天宗被踩了10年，赵天恒就站在那里，所有人都装作看不见。我看见了，白小鱼看见了，陆长风看见了，掌门也看见了，你不是一个人了。可我撑不住。撑不住就歇会儿，还有我呢，我可是关门弟子。那是问天宗的封天令纹。他们已经动手了。年轻人，夜路走多了，容易撞见不该看的东西。赵宗主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出来当小偷啊？沈怀元的女儿果然和他一样麻烦。我爹是不是你杀的？你若有证据，那欢迎你来杀我。别追，你现在不是他的对手。那封天令是什么？祖师留下的封印钥匙，他若被凌霄宗拿到，问天宗3000年的灾祸便会重临世间。赵霜，陈不开，立刻回宗！祖师祠堂出事了。他们从正门进来的？不是，护山残阵没有完全破，他们是从西侧旧阵眼绕进来的。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撞山门？示威，他们想让我们知道，
问天宗的门拦不住他们。封天令在祠堂，先去确认。他们动了祖师祠堂。封天令不在了。暗格是我爹亲手设的，除了掌门和沈家血脉，外人不该知道位置。所以凌霄宗不只是来抢，他们早就知道封天令藏在哪儿。10年前沈师兄查凌霄宗，恐怕就是查到了这个。封天令丢了会怎样？封天令可以打开问天山下的封印，我守了10年，原来他们一直知道门在哪里。师姐，先别急，封印还没开，我们还有时间。这盏针没灭，长明灯连着宗堂残阵，只要灯没全灭，封印还能撑一段时间。那就先把灯点回来。封天令是锁，长明灯就是门缝里的最后一道光，锁被偷了，光不能灭。赵双点灯，小鱼、长风清残阵，陈不开守门，别让任何人再靠近祠堂。长明灯复燃，祖师残阵暂稳，但封天令一旦被带入地脉，天门裂隙仍会开启。前辈，现在该告诉我们，封天令真正封的是什么了？也罢，封天令既失，天门裂隙将开，该告诉你们真相了。3000年前，祖师问天道人，却曾展开天门，世人以为那是飞升之路。宗门典籍也只留下了这一半真相。那另一半呢？门后不是仙界，而是一道吞噬灵气和生灵的灾厄裂隙。天门一开，9州灵脉会被它一点点吸干。所以祖师不是飞升失败，是发现开错了门。是，祖师以自身道基为代价，将天门重新封回问天山地脉，并留下封天令、长明灯阵和本座3者共同镇压裂隙。封天令不可失，长明灯不可灭。原来问天宗守的不是山门，是地脉下那道天门。祖师最后做的不是问天求飞升，是替9州关门。不错，所以问天宗真正的关门弟子不只是看守山门之人。大劫来临时，关门弟子要以问天蛊为引，替天下关上灾门。怪不得师尊当初说宗门最后一道门交给我。为师当时确实不知道这层真相。师尊，我没怪你，我只是发现这活比看门难多了。陈不开，这不是靠贫嘴能混过去的事。我知道，这次要是门没管好，会死很多人。赵天恒已经拿到封天令，若他带着封天令进入地脉，长明灯阵只能拖延，无法阻止天门开启。还有多久？若他强行破阵，最多1日；若以血气献祭，时间会更短。护山残阵能拖人，剑阵能拖时间，但挡不住赵天恒太久。赵天恒不会只来取地脉，他还会来抢问天剑和陈不开。封天令能开锁，但问天蛊才能彻底推开那扇门。判断不错，赵天恒若想控制天门，必定会逼陈不开出手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不只是关门弟子，还是别人眼里的开门工具。如果天门真的开了，你要怎么关？若天门只是松动，封天令可夺回，长生丁阵可重新压住。若天门彻底开启，只有问天蛊能以最后一问斩断门后因果，强行闭门。代价呢？轻则问天债尽数反噬，重则因果被天道抹去。世间无人记得你，文字不留你名，与你有关的一切都会变成空白。没有别的办法。又不要让天门彻底开启。那就按最坏的情况准备，按最好的结果去做。修护山残阵，守地脉入口，夺回封天令。我去把剩下的丹都改成风阵用的，能多拖一息是一息。我手见人，人在阵在。你答应我，不到最后一步，不许用最后一问。我答应你。
护山阵在后山，地脉入口在祠堂下，你为什么先修山门？凌霄宗昨晚撞开山门，就是想告诉我们，问天宗拦不住他们。那我现在把门修好，就是告诉他们，问天宗还没认输。有道理。而且山门一倒，新来的弟子看见了，会以为问天宗风水不好。这种时候你还惦记收弟子？不收弟子，宗门怎么复兴？不复兴，怎么还债？师姐，要是真到了最后一步，你别冲过来挡，我问天债在身上，你有共同命气，靠太近只会一起被卷进去。我不会乱挡，但你也别把最后一步当成第一选择。好，能夺封天令就不问天，能破阵就不拼命，真到没办法的时候我再关门。真到那一步，也要让我知道。一定。问天宗弟子归位。风阵丹准备好了，就是可能有一点响。剑阵一开，来了。先守门，再夺令。楚玄机，封天令已在我手，交出问天剑和陈不开，我可以留问天宗弟子一条生路。问天宗守了这道门3000年，不是为了今日把弟子交出去。问天宗没有拿同门抵命的规矩。我守剑阵，谁过山门，我拦谁。赵宗主，封天令是你偷的，人是你要抢的，话还说得像施恩，凌霄宗的脸面是不是也走丢了？封天令只能松开地脉锁，问天蛊才能稳住天门。你若识相，我还能让你死得有价值。拿天下人的命给你铺路，这种价值我不要。那就让我看看问天宗这道破门还能撑多久。他在用封天令敲地脉锁，不能让他靠近阵线。掌门，风阵丹能撑半炷香，但再加火就会炸。那就让他撑到最后一息，炸也要炸在他们脚下。小鱼师姐，炸之前喊一声，我好知道该关哪边的门。我尽量喊在爆炸前面。这柄剑跟着你父亲，只换来问天宗10年衰败，今日他归我，才算重见锋芒。你不配提我爹，也不配用他的剑。你明明恨我，为什么还能稳得住？因为我要拿回的不是仇，是我爹留下的东西。啊！赵天恒要进地脉阵眼，拦他！封天令入阵，裂隙就会开。师尊，封天令已经入阵，裂隙被撬开了，别让它完全打开。这柄剑是我丢给问天宗的，不是凌霄宗给你撑人面的东西。我入凌霄宗，赢过无数人，为什么还是赢不了你们？因为你一直在拿别人的东西证明自己，剑是，宗门是，连你所谓的强大也是。父亲，你要做什么？封天令只能开锁，还差一道血气定门。你既然败了，就替凌霄宗完成最后一步。我是你儿子，你更是凌霄宗的弟子。他用赵无极的血气，把裂隙扩大了1倍。他连自己儿子都能当药师，真是心狠手辣。封天令开锁，血气定门。陈不开，
真正的天门要被打开了，打开了我再给他关回去。宗主，这不是仙气，他在吸我的灵力。你懂什么？破而后立，吞进旧世灵气，才能换来真正飞升。陈不开，你以为自己能关上天门？祖师当年都付出了道基，你凭什么？凭我是关门弟子。关门弟子，可笑！去死吧！赵双，别让他分心。陈不开！师姐，替我看好山门。后辈，你可想好了？祖师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封住天门。问天之力，封印。不可能，天门已经开了。开了我就给他关上，这次我要给他多上几把锁。我不甘心，我差一步就能飞升。你不配飞升，你应该下地狱。陈不开！师姐，我好像真要赖账了。不准赖！救妻还在，我不许你走。对不起，师姐，欠你的，只能下辈子再还了。大师姐，我怎么哭了？刚才是不是有人站在这里？为师为何觉得少了一个弟子？陈不开，大师姐，陈不开是谁？你们不记得了？我只记得问天剑关了天门，可剑主是谁，想不起来。天道抹去了他的因果，这就是他最后一问的代价。入宗费36块，门轴5块，狡辩费1块。怎么会没有？你说过让我记你一辈子。天道抹去因果，文字也留不住。那为什么我还记得？共同命契，你替他分过问天债，他的因果在你命里留下了一道痕迹。只要还有痕迹，就不会忘记他。天道抹一次，我写一次。大师姐，我想不起他是谁，可一看到这个名字，就觉得心口疼。我也是，像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前辈，赵双为何还能记得他？共同命契，他替陈不开分过问天债，他的因果被天道抹去，却有一缕留在他命里。这一缕能不能把他找回来？若他已彻底消散，不能；若他还卡在天门闭合的缝隙里，这一缕因果就是路。但是你要以命契牵引，轻则伤及寿元，重则被一同拖入因果空白。好，我会把他带回来。以命契为引，以姓名为锚，开门缝，寻归人。这是天门残息，也就是说，他可能还在门后。不是门后，是两界阴天断开的缝隙里。时间久了，
他连这一缕痕迹都会散。我要怎么做？喊他的名字，不是让别人记住他，是让他记住自己。陈不开的，你听，你是问天宗关门弟子，你欠我入宗费36块，狡辩费1块，这些我要你活着还我。有声音，他在回应。陈不开，该回家了。小师弟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陈不开，你是问天宗弟子，掌门没准你离宗，谁让你走的？我也不想走，门外太黑，我找不到回来的路。师姐，刚刚我是听到你的声音才走到门口的。我是叫你回来还债的。好，我还一辈子。命气保明，血字留阴，算你命不该绝。主要是账没还完，天道不好受。天门已关，山门也稳，问天宗这一劫算是过去了。那小师弟以后还能问天吗？问天债未清，短时间内不可再问，否则命气也护不住他。从今天起，你的问天剑和嘴都归我管。门好像还没关。